大家好，今天来看一部超级大制作，讲出埃及地的世界。来看看都有哪一些没有被观众发现的细节和惊喜。首先，第一个镜头就是有考究的，一群人拉着一座雕像。这个画面来自第12王朝的壁画，画上有172人用木锹拉着80吨重的雕像。有一个未解之谜，就是门龙柱像有720吨，距离菜市场650公里。古埃及人是怎么运输的呢？有人知道吗？在古埃及，神圣的雕像一般要用人来拉的，建筑用的石材可以由牛来拉的。这个画面真的太美了，全是美女，水里还有象征情欲的莲花，和台词的衔接也非常高级。这些乐器也来自古埃及的贝内提琴、苏迪、鲁特琴。这些乐器一直到现在，埃及人还在演奏。他们的服装和道具都是很还原的。这部电影可是1956年上映的呀，当时的审美真的太好了，看着非常舒服，不像现在的好莱坞强行的给你塞几个黑人、几个变态人。这里有一个镜头很容易被忽略，女仆人说话的时候摸一下黄金鼻环，这个鼻环应该是法老送给她的。有考古发现过一位仆人的首饰，上面写着奈菲尔的仆人。主角来了，小帅。哎，这里怎么有一个拉米西斯2世的亡命犬呀？不过这套装扮还是很符合的，手里拿的战场用的棒子，最早出现在5000年前法老登的手里，身上是张开的翅膀保护的太阳神。重点是锁身上有2条蛇，绕成了9个圈圈。为什么是9个呢？因为9在古埃及是最神圣的数字，代表完美无限，比如9座神。另外，古埃及形容敌人的领地也用9宫之地。最大的冤种来了，拉米西斯2世。这部电影也是拉尔被黑的最惨的一次，把拉尔描绘成一个恶人。他这个发型叫荷鲁斯之梭，我以前带大家看过，真正的拉米西斯2世小时候的确实有这种发型。这位应该是奈菲尔塔利吧，历史上拉尔的老婆，非常美，服装非常好看，坎肩和半身透明的衣服都很符合，发型也和出土的假发很像，很符合我对法老的宠妃的印象。这部电影里人物的服装都做得很好，而且是分等级的，什么地位穿什么衣服都做了区分。法老说这个祭司废话连篇，也很有意思。历史上法老和祭司的关系一般都不怎么好，因为祭司掌握了国家的信仰，权力非常大，而且是实系的，就连法老都要给神庙贡献土地、财产、粮食。Will be king of Egypt, and I will be your footstool. 这句话不了解埃及文化的应该理解不了。古埃及皇家的椅子都会配上一个脚凳，上面会经常会画上被俘虏的人，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征服了我，我是你的俘虏。撒谎学会了吗？记得交学费哦。这个画面努力在做浮雕。其实历史上古埃及的绘画浮雕包括艺术品，不是奴隶做的，都是由工匠来做的。工匠的地位也是比较高的，很受尊重的。而且这种大型的艺术品都是有宗教意义的，不可能让一个外族的奴隶来做。这部电影里把埃及人描写得很残忍，奴隶很可怜，当时真正的情况没这么夸张。古埃及的奴隶一般是战俘、罪犯，还有一些穷人，自愿把自己卖掉做奴隶。有外国人，也有埃及本地人，大部分奴隶都有工资的，而且可以因为合理的不满选择离开。也有外国人为了留在当时强大的埃及，选择在埃及做奴隶。当时也有壁画显示奴隶被殴打。古埃及的奴隶制度比较复杂，但是可以确定没有电影里这么夸张，随意把奴隶给杀了。而且金字塔也并不是很多人以为的是由奴隶建筑的，奴隶一般做的都是酿酒、饲养、种植，
盗墓这些，而且规定禁止使用童工。他们这里玩的游戏是古埃及的叫豺狼和狗的游戏，有4000多年的历史。游戏的玩法已经失传了。根据考古发现，各个阶层的人都会玩。电影里复原的还挺好的，上次人玩的做的比较精致。平民一般在一个乌龟壳上面玩。拉尔这套衣服做的太紧身了吧，像个健身男，穿着紧身 T 恤。在古埃及，天气原因很晒，容易出汗，所以大家都穿得很宽松，颜色也很少用黑色的。法老到平民一般都是用亚麻布的衣服，比较透气舒服。这个画面就很搞笑了，应该在讽刺小英吧，因为小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拉美西斯2世的半身像就是这样被偷走的。有一幅非常有名的版画记录了这个行动。这个场景也是有象征意义，两个人在亲热，墙上有象征气郁的鸭子，长了很大的画面。这个电影应该是找了很多研究古埃及的学者，细节做得非常好，道具组也很专业，很多都是根据考古1比1做出来的，也没有出现大部分涉及古埃及的电影经常出的问题，就是把陵墓的东西放到一些生活场景里。比如这个镜头，乍一看是死尸阿努比斯的头像，但是颜色是白色的。其实他是阿努比斯的兄弟维普瓦特，和阿努比斯一模一样，但是头是白头。摩西妈妈这里是在做手势，其实这里的道具用的不对。下面的胸饰是12王朝时期的一位公主，就是我手上这个，复原的很好，是我的一位朋友做的，很精致。他们应该会有人认识的。大家可能发现了，我并没有说电影里的剧情，因为大家对剧情的理解都分成了2个极端，所以我就不对剧情发表看法了。但是这部电影非常值得看，画面特别美，配乐和色调都很舒服，考究也非常严谨，漏洞很少，是我解说的古埃及元素最还原的电影。很难相信竟然是70年前的作品。再看看现在的一些电影，虽然技术更高了，像素更多了，但是明显没有当时的电影这么注重细节。今天讲到这里了，大家想看什么记得告诉我呀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